大家好，我是坤侯。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八字如何取用神。那么，有些老师也会讲到这个什么是喜用神，对吧？但其实上取用神的时候呢，我们要具体的了解一下什么是用神。大概呢，我概括为2点。第一点呢，就是用神基本上是只带来好处，或者说大体上它都是带来好处的，而没有坏处的一种能量，一种五行。那这个东西就是用神。那么或者说第二点呢，就是当这个字它出现在你的整个大运流年或者命盘的时候，它就可以把你的整个命盘给盘活，让死气沉沉的这个命局啊一下子流通的非常的顺畅，让你的运气能够各方面变好。它是你激活你命盘最大优势的一把钥匙。总之啊，这个用神就是只带来好处的一种东西，不带来坏处。那真的存在这样的一个东西吗？那这里的话，我就先讲一下，像现在最流行的用神取法呢，就是升强的时候呢，以谢克号为用神。比如说你升强的时候，见到什么财星呀、食伤呀、官杀呀为用；升弱的时候呢，见到印，还有见到这个比肩劫财为喜用。那反之呢，则是忌凶。那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呢？那今天呢，我就要用几个反例来具体的讲一讲。其实这个用神这个东西啊，或者说我们在看待某一个字到底有没有好处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看到它的五行，我们还要看到它这个字所具备的神煞系统到底是好的神煞还是坏的神煞，还有这个字和其他的字之间是良好的互动还是比较坏的互动啊。我们看第一个是一个银行行长的八字啊。那么我们看见他八字里面特别的强，而且他的谢克号非常的弱。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就看这个八字，你说能当行长吗？行长应该是身强官杀很旺的这种情况，你看，而且他连干还是伤官，不服管教，是不是？这种人怎么可能当行长呢？你要是看这个五行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看了。但如果说我们看这个神煞系统的话，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它月柱有将星的存在，然后呢，它有3柱都是这个太极贵人，配合有这个桃花星。就是他的为人处事啊，和领导之间的沟通啊，和同事之间的各方面的沟通啊，是非常顺畅的，是情商超高的。而且因为有将星的原因，他的能力还有他的领导能力各个方面是非常强力的，所以说他才能够一步一步的靠自己的能力还有这种情商爬到那个位置上面去。但是他在癸卯年的时候却从这个领导层掉落下来，变成普通的员工了，也就是在工作里面出现了一些严重的一个错误。那他升强遇到谢克号的时候，不都是好事吗？为什么遇到癸卯年的时候出这么大的事情呢？关键就是在于犯了子卯刑。这个子卯刑，其实我在我的频道里面，我做过很多期节目来讲过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被骗啊，或者说自己失信于人，就是他可能之前立过什么军令状癸卯年一定要做了什么怎样的业绩，但是因为着全国的这种或者全球的这种金融的一种危机，暂时性的这种起伏跌宕，导致了自己的军状没有完成，那他的这个乌纱帽就被麻掉了就是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遇到谢克号的时候，反而是他失去这个职位的时候。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用这种什么升强升弱一些喜忌来去用神，那个是不妥当的。那个用神一定是能够尽量给你带来好处的。像他这个八字里面虽然说很升强了，这个子水是将星桃花，给他带来的好处其实是远大于坏处本身的。所以说他这个子水是他的用神，而卯木不是，卯木破坏了子水，他就不是，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我们再来看第2个案例这是一个家具厂的老板，就是在我们本地一个家具厂的老板，之前也是打工的，打着，然后呢在里面学到了一些技术，然后就开始亲自来
干这个行业，那现在也还挺年轻的，不到40岁，已经身价有几千万了啊。那他通盘我们可以看见这么多的这个劫财，是不是？还有这么多的正偏印，在这个里面都是吉凶。那怎样的一些情况会导致他能够当上这个老板呢？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因为他有桃花将星和太极贵人的存在。有些神煞啊，它一配合起来，真的是效用是无限的，效果会特别的棒。特别是月柱带将星，然后呢，这个将星又没有被刑冲的这个情况下，就是保持一个很完善的情况下，这种人一般能力都是超强的。那配合他月干上面有个偏财啊，这个是画龙点睛之笔，他就有那种创业的心思。然后随着大运流年走个什么好的大运流年，他去创业，他能力又强，然后桃花星配合的这种交际应酬，沟通能力又特别强，情商高，他不成功才是一件怪事。那像他这个八字应该怎么去用神呢？就当再遇到卯的时候可以是用神，那遇到子水的时候子卯星那也不太行。那遇到酉金的时候是用神吗？啊，虽然说犯个卯酉冲，但是大体上酉年我觉得也是可以用的啊，子水就算了。还有狗年的时候，寅午戌三合火局啊，火的时候也是可以的。一个是增加时伤能量，第二个呢就是当寅午戌遇到戌的时候，它本来火很旺嘛，见到戌的话，就是所有的比劫全部可以比劫入库，就代表一些比如说它的年度的指标可以提前的完成，那个也是财运增加的象啊。你自己的能力在某一年可以得到很大的提高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精准的定位到它的某个字有用，是因为结合它的木库呀、神煞呀、五行系统啊各个方面全部综合来看，你才能取用神的，而不是简简单单就取某个为用神。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扯淡。相信大家在学习八字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人学了很多年了，取用神的时候总是取不准确。你觉得这一年这个人应该是走好运了，但是他这一年就是不行。原因在于什么地方呢？就在于你没有把这个木库啊、12长生还有神煞系统一起考虑进去。你不能只考虑一个因素的，你要把所有的因素一起考虑进去才可以啊。然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案例啊，这个人呢是一个射击运动员啊，是一个年轻人，就是在这个奥运会里面专门练习那个射击的啊。那他的用神呢，毫无疑问就是他八字里面的这一组辰戌冲啊，非常来的妙。为什么呢？因为他八字是火旺啊，那火旺的比劫旺的人其实就非常的适合去当运动员了。而这个辰戌一冲呢，这个戌是火的木库，它就开了，然后他八字里面的所有的火的可以全部入库啊，比劫入库就代表自己的能力得到提升，自己的能力得到完全的这种实现的这个象意啊，所以说他去练射击的话，他的这个发挥就会特别的稳定，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象意会出现。那再来个戌可以吗？再来个戌的话，可能这个那一年他就会发挥失常，因为他的这个比劫库本来是冲开的，你再来个戌或者说再来个辰去冲它，反而又把这个库给处于一种波动的状态，临时关闭掉了，那其实就反而就会非常的差啊，就不会特别的好了。那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哪些会是一些比较好的用神呢？比如说像午火，午火也是可以的，酉金也是不错的，也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当然了，你得把天干上面的这个信息也一起得考虑进来才可以。好，今天呢，我想说的就是，大家在考虑这个八字的用神的时候，你不能简单的只考虑它的五行能量配比哦，以身强身弱来二元分立，这是不对的。你要综合的来分析，木库是怎么样的呀，对吧？下面的神煞是怎么样的呀？你只有把它全方面的考虑进去的时候，你才可以看到一个事情的全貌。相信大家通过这节课，你再去用今天这个视角去看一下之前你手上那些看不懂的八字的时候，你就会打开一扇窗，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就看懂了。好，希望今天的课程呢可以很好的帮助到大家，咱们下期节目再见。